哇，这车真好看。接下来是宾果 Pro， 先来验货。这台车对自己的定位很精准，非常宅女的城市通勤小车。这个车漆在阳光底下不同角度是那种布灵布灵的8层工艺，然后有赫本绿、漫游银、松弛灰、放空白4个颜色。那我今天选的颜色呢是松弛灰，看货我的衣服是不是特别大？女车主呢再也不用为了贴什么膜、选什么颜色做攻略头疼了。圆溜溜的大灯，复古呆萌的造型，花瓣造型的轮毂，车尾圆润又饱满，英伦小跑车那味儿直接拿捏。再来给你们看一些很用心的小细节。30升的前备箱，像平时买的生鲜水果直接扔在这儿，不用弄脏车里了。你们看关这个门，也可以很优雅。后备箱下沉式的1370升，像露营的桌椅、帐篷啥都能放得下，连我都能装得下。车内首先要夸的是主驾座椅，电调的。内饰呢，在同级别的小车里相当精致了，因为主打女生嘛，很多地方它设计都特别到位。就比如说上来之后你能触摸到的地方，它基本都是软包的，所以说用料呢是很舍得的。中控大屏相当于是送了你一块 iPad， 然后黑边呢是有一点的。它还支持 CarPlay、HiCar、CarLink， 有540度的全景影像，且可以切换不同的角度。对了，这台车呢还有泊车辅助，特别适合那种新手女孩子不爱停车的。这儿还有个场景模式，可以在车里小憩一会儿。露营呢可以打开露营模式，关键是还有宠物模式。配置上你想到的想不到的它都给你了，50瓦的无线快充、雨伞槽、奶茶挂钩，以及主副驾都有自带补光灯的化妆镜，就是说全是懂你的小心机。包括这些按键的设计，对于做美甲的女生来说也是特别友好的。这是宾果 Pro 的后排空间，我身高1.7米，看腿部还有将近3拳的距离，头部还有将近1拳吧。然后地台纯平的，坐3个成年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有个小缺点呢，就是后排没有空调出风口。好在前排的空调还是比较给力的，就说你坐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吹到风的。那动态开起来呢，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台车很灵活，像在杭州这种车流中穿梭呢，我就觉得特别有信心。动能回收呢是有3档可调，然后驾驶模式呢是有4种：个性、经济、舒适、运动。然后我这会儿开的是经济模式，它65千瓦的电机，就实际开起来是什么感觉呢？电门起步不蹿，但是呢又很跟脚，然后中高段的时候加个速也是轻轻松松的。还有就是它风行式的踏板真的是要给好评，踩着呢不累脚踝。底盘呢这次也是重新调教过的，像过小坑呢没有多余的弹跳，加上这次隔音方面也是有所改善的，用了更多的降噪材料。全车呢是有27处，那今天开下来我觉得还是挺安静的。现在我时速80码，你来感受一下这个车里面的静谧性，这个质感是不是真的不像几万块钱的小车？好，那这台车是有330公里和403公里2个版本，然后这次电池升级为了液冷电池，支持3C 直流快充，也就是说30%充的80%呢只需要15分钟，也就是你去买杯咖啡或者是上个厕所的功夫，续航呢就又能多200公里了。重点是它这台车5.35米的转弯半径，你看像这个窄路掉头，给你们试一下，满满。直接一把就过来了，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就是别人还要在那儿倒上2把，我已经潇洒走人了。然后今天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小功能，就是当你低速或者是在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，它的这个中控会自动把360的影像给你弹出来，这一点呢也是特别实用，特别适合新手的。还有一个实用的小功能啊，3.3千瓦的对外放电，像你周末带着女朋友来这种大草坪露营，或者是带着宝宝出来吸氧，像你带的电烤盘、音箱、投影仪都可以用得上。你要问我缺点有没有？有，这个价位呢，座椅通风没有，夏天呢坐起来确实是有点闷的。但预售价5.88万起，还带3C 快充、液冷电池、定速巡航，加上这样的外观，在同级别里找不到比它更能打的了吧？好了，姐妹们，别光看车了，去店里自己开一把吧。下课。